嗨，这里是菜鸟老田。怪物猎人荒野，一款改编自传统名著《西游记》的非传统派公路片。瑞克无代由传奇游戏监督小岛秀夫参与指导，希望你可以习惯在打几分钟怪以后，欣赏一段长达30分钟的动物世界、人与自然、恶搞之家、我爱发明，或者我和我的动物朋友。这是雪豹，重新了解这个世界的生态系统，来解答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这种经典人生哲学问题。你将继续扮演一个猎人，回到1-1福建的澳大利亚，和你的猫一起继续狩猎那些很坏威胁生态的怪物，把它们做成时尚的衣服和加快杀戮效率的武器，并且我们也会尽可能还原澳大利亚的现实情况。但出于游戏性考虑，大多数怪物都会十分巨大，其中的一些还有可能是杂交后的产物。而蜘蛛则是完全按照现实体型还原。如果你有蜘蛛恐惧症的话，可以在设置里打开这个选项。虽然你就要面对澳大利亚的本土特产，但是你将获得和史莱姆负距离接触的神奇体验。猎人这种生物也获得了标志性的进化。现在你除了拥有超强力量、超耐摔抗性和超级牛马工具人精神以外，还进化出了可以与人类正常交流的能力。以前你可能因为沟通能力有限，无法拒绝上司们的无理要求，现在你依旧无法拒绝，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个十分幽默的嗓音去吓哭当地的小姑娘，这真的超有趣的。希望你还记得自己的使命，花上10个小时打完下位，然后开始你新一轮的赛博农民生涯。当然，如果你选择跳剧情的话，这个时间大概率可以缩到一半。我打过用时最长的怪物，也就14分钟，因为简单嘛。是的，兄弟，是的。如果连 IGN 都说简单，那你最好还是相信是真的简单。而且我选择了一个好的手柄。让我们继续，在20年后，卡普空终于意识到怪物猎人这个经久不衰的老牌 IP 到底需要什么。一个长篇旅游 vlog 来借鉴你的队友们，比上一位恐暴龙幼崽更漂亮、更亚萨西、更敬业的演技妹接待员，24小时随时为你打铁的巨大铁匠妹子，毫不被急需拔罐的大锤女领导和一个 nerd。他们会和你一起四处安营扎寨，四处吃喝玩乐，四处在怪物面前进行科学研究，再让你去收拾烂摊子。我们会给你打造更真实的生态人文演出，而且编剧也需要一点时间思考自己到底该怎么把这个故事给它编下去。因为现在你不光需要狩猎那些很坏的怪物，还需要照顾这个小崽子娜塔。你好，来自偏远的封禁之地，一头索刃龙袭击了他的老家，他的叔叔挖了一个应该足够正常成年男性通过的洞，让他一个人逃了出来。但是那些弓箭佬每在试玩版里破一次记录，世界上就会少一只索刃龙，导致这种怪物被猎人工会认定为灭绝种。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位精锐的猎人护送他回家，并且调查索刃龙背后的真相。这个角色的意义就在于改变玩家的定位。以前你是工具人主角，虽然周围 NPC 都会指使你做事，但你至少是主角。现在你是主角的工具人，娜塔才是主角，就比较类似陶德叔叔，话都是他说，但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你做。但相比起来，陶德叔叔并没有那么糟糕，至少他真上过有象棋俱乐部的学校，而娜塔他明显就没怎么受过知识的污染，所以他保持了纯真，导致他的行为大多时候都难以理解。让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会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去单挑哥斯拉吗？这位小天才是真的会做出这种事情，哪怕地图王黄雷龙在自己面前被索刃龙打到战术撤退，依旧没有动摇他渴望复仇的内心。于是他拿起了一块石头，打算单挑索刃龙。头顶怎么尖尖的啊？那我问你，头顶怎么尖尖的？虽然我现在就要去解决，由于你耽误了我们的跑路时间，刚刚苏醒并且发怒的黄雷龙，而且你质疑了我，但是好，很有精神，我希望你能够继续保持。几个小时之后，我们把娜塔送回了老家。好消息，他的叔叔没死。一个更好的消息，卡普空这家很要强的公司决定改变怪猎的故事走向。以前是把锅在一堆背锅龙之间不断转移，没关系，现在这个锅会直接扣在人类身上。这只索刃龙是人造的生物兵器，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娜塔的祖先，他们科研创造出了守护者怪物，因为这样就能名正言顺的把之前的老怪改招，直接算作新怪，而且他们不需要进
进食，不需要繁衍后代。所以娜塔认为，现在的索刃龙疯狂猎食其他同类，是因为它正在逐渐产生正常的生物品味，学会了如何生存。于是他直接共情了索刃龙，完全没有问题。至于那些遇难的族人，他们不仅没有意见，而且现在情绪都很稳定。这才是全新的狩猎体验。以前所有人都想方设法找理由让你去处理掉眼前的麻烦，无论麻烦是大是小，现在唯一愿意拦着你的人出现了。这个纯真的孩子并不希望你伤害他的动物朋友，哪怕他的动物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大杀四方，把自己的同类当成口香糖一样疯狂咀嚼。但是在娜塔纯真的眼里，这叫回归正常生活。当然我肯定不会答应，实在抱歉孩子，我是真的很需要穿着你的动物朋友，因为这样可以让我显得很时尚。而且你不久之前刚刚质疑过我，你得感谢 ESRB 游戏分级，不然我会一脚把你踢进动物朋友的嘴里。那么事情解决了吗？如果这群人不找事的话，应该算解决了。现在他们祖先留下的神奇小发明需要被关闭，因为里面睡着一只竞技级的怪物，在不断的吸收着能量。但是关键道具是娜塔父亲的遗物，实用的话他就会失去这个东西，除非出现一个工具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用肉身挑战他。那么是谁呢？哦，现在不拦着我了是吧？行，只要打完他，大家就能包饺子了。就这样，娜塔成为了一名猎人学徒，而猎人成为了他的老师。现在大家都有着光明的未来。瑞克无代，作为他的老师，你得继续风餐露宿，四处狩猎那些随着等级解锁的老怪物、力战怪物、狂龙化怪物、上位的几个地图王，还有串场帮忙的黑石龙。这堆支线开启一些重要功能，包括直升锁、NPC 可以帮你采集那些你需要的消耗道具，前提是你得帮他们的忙。毛毛的技能也得通过一些支线解锁。而且由于你的毛混过新大陆，所以他现在什么都会。练习这个新加入的可以给怪物造成生理心理双重创伤的伤口系统，和让一堆之前要求打点容易让人血压升高的武器获得10世级加强的集中模式，这样你就可以更快的掐这个铁板章鱼的触手，因为你可能会需要它的红玉，而且是真的很减压。这个之前其实什么都没做，但就是要跟在你屁股后面见证一切的小逼崽子，再用自己纯真的逻辑把这个本来应该很简单的剧情变成水时长晨间剧之后，现在坐着他的小板凳在营地养老，顺便替你接受一下 NPC 送你的东西。毕竟这可能是他除了对着听不懂人话的怪物打嘴炮以外唯一的作用了。但是他依旧忘不了他的动物朋友，自己一直在偷偷的收集关于索忍龙的线索，因为他的动物朋友临死前和正常动物一样繁殖了后代。于是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场景下，他主动要求你去狩猎这个好不容易学会生存的动物朋友的孩子，并且发表了自己的获奖感言。行吧，勉强算你成长了。这部莫名其妙的晨间闹剧也终于迎来了一个说得过去的结尾。只不过我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穿着用他动物朋友做成的衣服和他对视半小时，毕竟他之前质疑过我，是时候该学习一下人类社会的基础规则。当然这可以看成是一种安慰，毕竟这群日本人永远不会让你那么轻易就做完一套衣服。这就意味着现在所有龙会在地图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你可以正式开始刷等几个月，然后继续刷的赛博农民生涯。所以回到人类最原始的生活方式，开着你的鸟型自动驾驶新能源，尾随这些生物狩猎掉它们，因为它们威胁着生态，无时无刻不在释放二氧化碳，而且它们的皮毛有着弱点特效这种非常有用的技能。但猎人工会有规定，不能偷猎，你的新 Able 会专门对你进行24小时的跟随监督，你的所有狩猎活动都需要经过他的允许，只不过他会允许你的所有狩猎活动保护生态。如果一个地图上可以同时存在6-7只怪物，而且你会时不时发现你在狩猎的目标会被同一只怪物殴打2次，那么我认为现在还不是纠结物种是否面临濒危的时候。如果你开始觉得难以抉择，地图上那么多怪物不知道该去狩猎哪一只，那你现在可以直接查看每只怪物到底会有什么额外报酬，然后全部任务化，花点平时根本用不完的调查点数保存成调查任务，完全合理合法合规。而且好消息是，由于你现在可以提前知道会有什么报酬，所以刷珠子的速度会比以前快很多倍。但坏消息是，他们决定让你配装的难度变得更大一些。你的武器现在会自带技能，但是只能装备武器专用的珠子，衣服只会有衣服专有的技能，也只能装备衣服专用的珠子。让我们永远怀念雌火虫，因为一把冲枪自带属性彗星已经宣告了这把冲枪注定只能成为给怪物上一场的玩具。如果你发现配装里出现什么精神抖擞或者力量解放这种前2座几乎不会优先考虑的技能，完全不要惊讶，这可能是他们少数能继续提升伤害上限的选择。
我唯一能给你的建议就是放弃一切幻想，因为我一直认为衣服应该可以为我提供防御性能这种比较常见的技能。结果就是我硬穿着一身 R6的装备打完了黑石楼，成功的把正式版游戏玩出了试玩版的容错率，才发现这个技能是无系专属，而且我不需要刷珠子就能用。不过现在上位珠子的技能数量要大于前2部珠子的技能数量，一个3级珠可能会直接自带3级技能，或者3级主技能加1级副技能，而2级珠现在也可以直接带2级技能，差不多就是之前4级珠的水平。但是普通衍生武器的孔位最多只能达到2个3级孔加1个1级孔，如果你想要高度自定义自己的技能，那你就得开始接手他们全新的古代拼刀刀系统。毕竟那你刷珠子的速度变快，那么一定就会让你刷更难获取的东西。现在力战怪会随机提供古代机械武器的零件作为报酬，难度不同，零件等级不同，每种机械武器需要3种零件，每个零件又带有2个词条。做完一把武器之后，还有5个额外词条需要解锁，随机出现会型攻击属性或者展位加成。如果想要解锁，就得用这种7色晶石，获得方式就是等这群本地居民开祭典，或者用你不需要的怪物素材去精炼火窑自己炼。好处是可以快速消耗掉不需要的素材，毕竟你大概率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还惦记着馋挖的装备，而且机械武器的3个孔全部都是3级孔，加上5个词条的加成，很轻松就可以获得一把面满破千的大剑。但不是所有武器都需要这个系统，冲枪可以直接选择护锁刃龙的衍生武器，高达552的面板，扩散型较强炮击力，就已经能让你对这个已经学到抽卡手游精髓的系统比个中指。所以选择冲枪，选择成功。至于目前对荒野的评价，想必我也不用多说了，剧情嘛，其实本来应该不那么重要的。结果这一代，我总感觉娜塔这个角色在莫名其妙的抢戏份，关键他前面的作用好像就只有带路和放垃圾话，突然给我感觉就是那种很俗套的热血漫加晨间剧，转了那么一大圈，算是圆回来了。但是我是真的只想打怪啊。至于内容量，我毕业差不多30小时，当然这个配装还可以继续提升，但是我实在不想继续刷了。现在不是刷力战索刃龙，就是力战黑石龙，已经要吐了。也许过个1年，这游戏又会变成怪物最多的怪物猎人作品，但是那些怪现在还在赶来的路上。生态我觉得确实做得还行，不同天气、不同气候都会有变化。NPC 现在也不是死人，会有自己的行为，好玩肯定是好玩的。说到现在快被东西玩了，还有这个不知道哪个天才想出来的斜坡。不过鉴于他们重做了冲枪的动作模组，所以我愿意给他们10个老年保健品作为最终评分。他终于想起来这把武器还有个盾了。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更多内容还在制作中。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订阅，让我们下次再见。